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ET 的频道。那今天这一期呢，我要拿上礼拜刚买到的这个 iPhone Pro Max 13来做 Vlog 拍摄。听说它的这个电影级模式非常的厉害，但是对于单车这种物体很难辨识，然后又一堆洞很难去做去背的物体来说，到底电影模式拍起来效果怎么样呢？以及电影模式可不可以在 iPad 或 Mac 上去做编辑？最后呢，我们也会来做最可怕的夜拍测试，因为它的感光元件有提升嘛，而且我会拿隔天才刚发表的 GoPro 10来做 PK 给看。今天所有的影片，包括你现在看到的这一支，都是 iPhone 13 Pro Max 拍摄出来的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为了拍摄 iPhone 13 Pro Max 单车录影的效果，我在收到货后连续好几天，已经早上晚上都约车友出来骑车啦，就是要看看在各种情况下的录影效果，以便提供给各位车友更全面的参考啊！哎，真的是很累。那这次测试的重点就是苹果最引以为傲的电影模式，当然这个就是我换 iPhone 13的重点项目，因为这个拍摄出来的效果实在太香了，我整个被赌爆了，以至于后面还放弃了 GoPro 10的订购。其实这个电影模式呢，就是结合 AI 技术，将画面中的这个主体全部侦测并且分离出来，并且计算出相对应的景深深度，进而产生出电影级的聚焦主体效果。在这之前要办到这样的效果呢，你只能拿大炮，或者是说你使用像 Protect APP 来进行模拟，但它的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，很容易穿帮，而且呢，它不会自动追踪主体，非得要手动去点选，录制起来其实没有那么方便。而 iPhone 这次的这个电影感呢，基本上就是靠 AI 来完成所有的事情，所以你只需要很专注在取景这件事情上面就好了，其他事情它都会帮你搞定，真的是非常厉害。电影模式下呢，可以使用后镜头的1倍和3倍来拍摄，当然前镜头也可以，前镜头的部分就会使用 Face ID 的深度镜头来做景深的辅助。这边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 bug， 你们可以试试看，你只要把镜头旁边的 Face ID 遮起来，然后呢移动手机来拍摄，手机画面就会忽然卡住不动。当你把景深相机放开来之后呢，它又马上恢复正常了。所以可以确定说前面的镜头一定是有 Face ID 的一个介入。这边呢我就不做一些苹果发表会什么自动切换了，这个很多人都做过了。我着重的是我们实际在随手拍摄的状况下，它 AI 的辨识效果如何。那在白天骑车的部分呢，我请到同事艾登，就是我，以及海鸥的车友们来当我的 model 做实拍。首先是跟同事艾登早上的约骑，前一天呢，他还神神秘秘的说要出来练车，肯定是为了下个月的员工旅游做准备，来个开胃菜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单人的 solo 模式效果到底如何。我要对焦在你屁股上哎。我们挑了一个爬坡的路段，然后这边的车也比较少，比较好追焦。这是实际拍摄的效果，请大家看一下。我以后都要参加那个新器材开箱。在电影模式下，其实我很担心，因为骑车的车友呢很难被辨识出来，但是我多虑了。透过手机的即时监看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模式的 AI 呢可以准确的识别车友的头部还有躯干的主体，不管在任何一个角度呢都可以牢牢的锁住，不会跑掉，只能说非常的强悍。而从实拍的结果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么复杂的背景下，景深的效果依然非常的不错，而且它还会根据车友距离的远近来做出景深的变化，整个过程是相当的自然的。接着场景来到另外一拖，就是和海鸥车友们前往湖口来买早餐的路上，透过电影模式呢，同时拍摄多人骑车画面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首先，景深会自动聚焦在主体比较大只或者是比较接近你的车友上面，不会因为谁特别帅就去对焦谁。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可以看到监控画面 ，AI 已经自动追踪出3位车友的主体。至于你后来想对焦在谁身上呢？可以在编辑模式去设定，这部分稍后会说明。总之呢，我觉得没有特别干预的状况下 ，AI 拍摄出来的整体的质感相当的棒，非常有大光圈景深在追踪拍摄的尊荣感。基本上，我认为单车这个物体就是很容易让电影感这个功能穿帮的理由，就是
车架和轮组把手中间都有空隙，而且能直接看到后面的背景。那依照我以前使用这种景深相机 APP 的经验来说，在计算这样的画面的时候，这些镂空的部位有相当的程度会出现没有景深的效果，而出现穿帮的感觉。尤其是像这种高速移动下的画面，背景通常会带有一点移动模糊，所以要做到精准景深的辨识，基本上是 Mission Impossible 了。但是各位可以看到，苹果好家伙，它居然做到了，可怕吧？从康哥单车车体特写的影片任意的位置暂停来看，可以看到车架呢跟把手这些空隙呢，都还是有做到景深的一个处理哦。顺带一提的是 ，iPhone 的 AI 不只是用在影像而已，它连声音都有去做处理，能够自动滤除掉这些嘈杂的背景风声。留下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，根本就是强到爆炸啊！这是 i13，是 i13了。对啊，它直接用换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就来到今天买早餐的地方，是湖口非常知名的一间煎包店——谢记煎包。我有时候早上都会习惯背着背包呢，骑车来这边买个10颗回家当早餐啊。刚刚的电影感都是拍车友，而且是用1倍的镜头。现在呢，我特地请老板呢让我拍摄一下起锅的一个瞬间，一样也是用电影感，而这次呢是直接切到3倍的镜头。哇，喷烟！在3倍镜头的特写下呢，拍摄这个开锅的瞬间，煎包滋滋作响，而煎包军团的前景后景非常自然的呈现出来。煎包翻身的那一瞬间，金黄香酥的口感完全的被拍摄下来，这也是苹果录影另外一项强大优势，就是它的色彩控管非常的到位啊。这个水煎包配上特制的辣椒酱，整个超好吃啊！就在我拍摄这个水煎包特写时，发现是有个小缺点，就是它会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，就是说当画面有出现人或者是人的任何一个部位， AI 都会自动的优先对焦。像我拍这个煎包拍得好好的，而我们车友史蒂芬在后面露出他的下半身，电影感这个时候辨识到他的下半身，就直接把焦点对到那个上面去了。不要动！哎呀，为什么对到那个史蒂芬的懒觉那里？它真的是很奇葩的东西。这边没有女车友，不然应该来测试一下，到底会先对焦在男车友还是女车友上呢？如果有同学呢有测试过的话，欢迎分享一下心得啊。然后眼尖的观众应该会发现，使用3倍镜头拍摄时，它的景深呢会非常有大炮感哦，糊到炸，相当好看啊。OK， 那电影模式有这么多优点，我就得要来说一下它的缺点。它拍摄只有 1080p 30帧，对于现在主流的 4K 画质需求的玩家来说，是个致命的缺点。但是我觉得以现在要及时算出这样的效果，非常的不容易了。再来去背呢，并没有这么完美，偶尔呢物体的边缘还是会有毛边雾化的一个现象，勉强能接受啦。只要把虚拟的光圈再开弱一点，不要让景深这么浅，就还 OK。最后呢，电影感模式在亮度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办法使用的，景深会自动关闭，出不来啊。如果电影感有成功，它就有景深出来，看起来现在没有。我要当手机。哦，这个有电影，好电影哦，点好看一点。最后呢，如果画面有太多人的状况下呢，它的焦点容易漂移，让画面会一直有拉风箱的感觉。希望苹果在下一版更新时可以做出一些改良。然后最后我们来提一下这个电影模式它的编辑。其实电影模式可以在拍摄的时候自动辨识出所有的物体，并将这些物体的位置做一个存档，因此你可以在编辑模式下呢去看到这些物体。那黄色的框框呢就是目前对焦到的物体，你可以点选灰色其他辨识出来的物体，那么焦点呢就会自动切过去，而原本的黄色就会变糊，整个过程非常的自然。再来，景深编辑这个功能呢，不是只限于 iPhone 13上操作，你也可以透过 AirDrop 传到其他的装置去做编辑，或者是像我一样使用 iCloud， 那 iCloud 也会自动把景深这些资讯做一个同步，
像是 iPad Pro 啊、iPad Mini 或 Mac 都可以后置这些景深，其实都不会太卡顿。最后提一下，苹果发表会没有介绍，就是其实人像模式下的景深也有做过优化哦。拍摄出来的结果呢，也能透过 APP 来控制景深的深浅。相片模式下的景深边缘细节处理，其实又更加的自然和准确。你不讲，我还真的以为是大炮拍的呢。好，回到影片拍摄，苹果除了电影感拍摄外，镜头也有所提升。其实从 iPhone 12开始 ，iPhone 拍影片就是已经强到爆炸了。在白天逆光模式下，人可以透过 HDR 的技术准确的还原亮部和暗部各种的细节，出来的成品色调基本上都不太需要调整。它的广角摄影是我最常拿来使用的镜头之一，因为单车移动过程中拍摄的时候，广角能提供很大幅度的张力表现，以及平常拿来拍照片的时候可以拍出腿很长的效果。此外 ，iPhone 在手持拍摄状态下的稳定度，刚刚大家已经看过很多影片了，相当稳定，已经很接近稳定器的 feel 咯。好，最后场景来到了夜骑。早安。早。之前我有一部影片是在介绍 iPhone 12的夜拍，它到底有多强。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自己去看啊。那到了 iPhone 13，它的感光元件又升级，进光量又大了1倍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拍的影片效果，哇！整个在夜晚拍摄的这个亮度啊、细节啊，又更上一层楼，是不是超厉害的？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是用 GoPro 这种运动相机啊，在这种暗暗的环境下拍摄，它的什么 Hyper Smooth 防手震就会失效，而 iPhone 它的夜晚拍摄防手震是依然在的哦，是不是超猛？那最后呢，我们到永安渔港休息。晚上有来过那个平台的车友应该知道，这个点晚上是非常的黑暗，而 iPhone 在录影模式下，依旧可以获得相当明亮清晰的画面。我们用 GoPro 10来对比拍摄一下这个 iPhone 的萤幕，可以看到 GoPro 很明显拍到人的那个部分就是暗到不行。其实 GoPro 是还蛮接近我肉眼实际看到的亮度啦，但是在 iPhone 下面真的那个亮度实在是我觉得有点犯规，清晰可见啊。好，以上是我这几天骑单车透过 iPhone 录影的一个效果。基本上苹果就是黑科技大爆发了，整体录影和拍照体验都非常的好，真的很接近你带一台大单眼出门的感觉。加上它的 AI 已经可以精准的辨识出单车的车友，完全解除我认为它遇到车友会眼盲的疑虑。因此呢，我认为喜爱骑单车或四处旅游的车友们可以考虑升级一下 iPhone 13，它会对你的旅游记录带来更多不同的回忆效果啊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啊。对了，我下回呢就要来炮轰一下刚入手的 GoPro 10，所以呢敬请期待咯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